大家好，有的花友问文心兰怎么样才能开花？那今天呢就说一下这个话题。那首先呢，先来说一说文心兰的生长规律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一颗文心兰。文心兰呢是长一个一个的球茎，那术语呢这些就叫假鳞茎。这假鳞茎成熟以后呢，就会长花枝。通常花枝是在假鳞茎和叶子的中间两侧长出来的。那这个假鳞茎长出花枝以后，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同一个假鳞茎上再长花枝了，最多就长1到2个花枝，两侧一边一个。如果想再看到花，只能期待它长新的球茎，在新的球茎上再长花枝。那新的球茎呢，就是从老的球茎上长出新芽，这就是新的球茎。一旦新的球茎成熟以后，它就会长花枝。比如说这个球茎已经成熟了，这边有一个花枝，这边能看到一个阴影，这里面也有一个花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新的球茎长出来，那你是看不到花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假鳞茎它会长1到2个新芽，就是1到2个球茎。每一个新球茎呢会长1到2个花枝，所以最好的情况下呢，就是一个球茎长出2个球茎，每个球茎都有2个花枝，那就是4个花枝了，那就会爆盆了。那通常情况下是春季和夏季球茎开始生长，并且长到成熟。夏季的时候呢，长花芽，然后秋季开花。但这也不一定，因为文心兰的品种特别的多，每个品种它的规律还是不一样的。有的文心兰呢，有可能就是春季和秋季开2季花，那有的文心兰呢，就是1年1次，只开1季花。总之呢，就是新的球茎长到成熟以后，它就会长花芽。怎么知道这个球茎有没有长成熟呢？那一般我们买到手就是带着花的，比如说这个，我买来的时候它就是开着花的，它的球茎已经很大了。那如果你的新的球茎也长到跟原来这个球茎一样大的话，那肯定就会开花的。或者说它长不到原来这么大，但是呢是在老的球茎、老的开过花的球茎上再长出的新的球茎，一般这种球茎长大以后就会长花芽。就像这个新的球茎虽然还没有老的球茎长那么大，但是呢它也有花芽了。再看我的另外一颗文心兰，这一颗我买来的时候呢还是小苗，当时买来的时候只有这个球茎和这个球茎长了一点点叶子。那等待了1年以后呢，它又长了一个球茎。我本以为这个球茎已经够大，它足够它开花了，结果呢它没有开，又长了一个球茎。这个球茎比这个还要大很多，长到了5-6厘米大了。但现在呢，我还没有看到花芽，因为我并没有看到过它的花，所以呢，我也不知道它能长到多大才能开花。也许还要再长大一些才能看到花，也许呢，过2天它就会长花芽，所以我还是对它非常期待的。想要文心兰开花，2个条件还是必须要满足的。第一个就是阳光，那它喜欢中低光，所以早上的阳光或者傍晚下午的阳光是最好的。它不喜欢暴晒，不能暴晒，暴晒以后呢，叶子可能会晒坏。那早晨或者下午的阳光是最好的。它不像蝴蝶兰，蝴蝶兰你给它散射光，没有直射光也可以，但是它呢，如果想要开花，必须要有阳光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温差。如果夜晚和白天的温差能够达到5到10度，那这种情况下呢，
也能满足它开花的条件。那通常情况下，这种温差都会满足的，所以只要正常的养护好，开花都没有问题。那再简单说一下文心兰平常的养护。那在它长根还有长球茎的积极生长期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用一些以氮肥为主的生长肥。那平常浇水的时候呢，就用一些肥料，也是薄肥勤施。通常我用的肥料就是1/3说明比例的量给它浇水的。那浇水的时候呢，不像蝴蝶兰要等植料干透了才能浇水，那文心兰呢是不能等到植料干透再浇的，那样的话就太晚了，会对这个根系造成损伤。因为文心兰的根系是比较细的，它没有这种存水的性能。那等到植料大概80%或者是90%干掉的时候呢，就需要给它浇水了。比如说这棵虽然植料还是黑的，没有干透，但是呢，表面上看已经没有明显的水分了，这种情况就需要浇水了。还有这种根系特别多的这种文心兰，它的吸水量是非常大的，基本上3-4天就要浇一次水了。如果根系比较多的情况下，那最好多加一些水苔来保证水供应充足，否则的话会需要你经常浇水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简单介绍了一下文心兰什么情况下才能开花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